大家好，欢迎收看《超人少年》。这一集呢，是我们拍摄刚从欧洲回到台湾的时候，我们希望呢可以把这一集移到比较前面一点播放，因为呢，我们频道现在正式开始有一个跟国家有相关的军事行动正要展开了，就是我刘备。你还有多久要当兵？还有87个小时39分43秒。身为即将要入伍的你，我希望你可以把这一集的军事概念带给我们国军。瑞士它是如何靠着一把瑞士刀来教全民国防的？军中首先要教你第一件事，你大概几梯？300多梯吧。一梯要退3步，跟学长问好，麻烦退后。这么陡步啊？确定耶？你可能要退到台中火车站了。通常看我们频道的你，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人，我们在小时候的时候应该都有看过瑞士刀吧？我这个年纪也有。哦，你也有。我跟你讲，剃了头之后答话之前要先说，报告学长，我这个年纪也有。是，报告学长，我这个年纪也有。是，很好。那你有看过马盖先吗？有我爸很喜欢。要先报告学长。报告学长。我爸很喜欢，很好，我觉得你准备好入伍了。马盖先就是小时候有一个用红色的一把瑞士刀，然后上面有印着很像瑞士国旗的 logo。他可以靠着一把瑞士刀，然后用肥料就能做出土制炸弹，或者是呢靠着一把瑞士刀能够去偷车啊、解锁啊，或者是能够做出很多奇奇怪怪的定时装置。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对于瑞士刀有一个很神奇的幻想，好像我有了一把瑞士刀，我就是马盖先。但你有没有想过，瑞士刀一个简单的产品，它却可以让很多瑞士人跟很多世界各地的人了解战争里面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基础工具。但是呢，我相信很多人玩过瑞士刀，但是从来没有去过瑞士。所以其实我在讲瑞士的国防之前呢，首先你要先大概了解瑞士这个地方。想到瑞士，通常你会想到什么？我会想到阿尔卑斯山，还有起司，还有那个巧克力。哦，你说那个马特洪峰有一个三角形的那个巧克力吗？对，那个超有名的啊，就是在 7-Eleven 便利商店里买到的那种全家买到巧克力，上面那个其实就是马特洪峰。这次我们有带同事们去，这么好啊？为什么没有去？没有，你去日本了，你去日本万博嘛，对不对？你有找我吗？没有嘛？那我去瑞士没有找你，不刚刚好而已吗？打平嘛。所以你说瑞士就是有什么起司嘛，漂亮的风景嘛，一些欧洲们附近互相影响的一些食物嘛？错，其实瑞士呢，它其实看起来风景很好，看起来好像很 peace。但是呢，它其实根本就是隐藏在山中里面的东尼湖。瑞士不是很多山那个吗？早餐有没有吃过那个麦片？安东尼麦片，山中是很老虎。你以为麦片里面的东尼虎看起来很可爱吗？我跟你讲，它还是只老虎。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一望无际虎山行。你以为它是一只东尼虎，但它其实是让德国、让纳粹、让法国其实都非常极为害怕触碰拔到它鬃毛的。我突然想到拔鬃毛是狮子，对不对？扯远了。瑞士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中立国，但是不是今天你想要中立就可以中立哦？而且我们也很想要中立啊，有办法吗？没办法吧。他们之所以有本事中立，当然除了地理位置之外，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军备其实非常强大。你可以想象，并不是瑞士本身有军队，而是瑞士本身就是一个超大的军队，全民皆兵哦。是的，所以基本上你从19岁开始，你就是要服兵役，而且女生都可以自愿入伍。那跟以色列很像。他认为说，这个当兵并不是只有比如说男性的责任，而是大家都要有一个战备意识，一路从他们的什么防空洞啊，他们的高速公路啊，还有他的军事设施啊，然后他的农场里面可能是炮堡啊，或者是他们居家里面，大家都会有基本概念，你要有几天的战备物资是存放在家里或存放在避难所的。那很多避难所是有规定，就是你一定要有10天以上。可以让家庭供给所有的吃喝玩乐，可能没有玩了，吃喝战备。那你知道瑞士为什么在法令上它可以中立吗？在国际法，对，国际法上，最早是从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欧洲列强开始承认瑞士的中立。但是他们当时承认应该是有原因吧？承认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很喜欢互相打来打去，所以我需要一个中间的缓冲区，但中间这个缓冲区要很小心，有可能变擂台都变成战场。就法国跟德国要互相互打，那我们就约在瑞士打，那很可怕哦。其实就有点像台湾一样哦，偏偏明明就是2个国家要互相打啊，我们约在台湾打。但瑞士有一个特点，是因为它受到阿尔卑斯山的环绕，所以它其实本身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因为它的地理位置，你知道瑞士的大小其实跟台湾差不多大，我记得好像差不多1.14倍左右啊。人口数量呢比台湾少，但是因为它山比较多，人口数量大概是800多万啊，台湾现在是2000多万嘛。明明人口是我们的1/3啊，却打不进去。首先有第一个我们在当地的数据，台湾的军人，你知道多少人吗？其实我不知道，不能讲，因为在看我们节目。瑞士他们的民兵，我不算是常备役哦，但是说不定他的民兵的装备很厉害哦，大概50几万。台湾的常备役，但我觉得台湾当然还有一个数据，可能也没那么准确了。像我其实已经退伍很久了，我其实不算在常备役里面。那你不用教招？我有教招啊，但是我已经教招，我记得我已经快要到那个厨役的
的时候了。所以打仗的时候你就不用上去。对，但是我会不会打？那我一定打，我打死你。所以这像我这种名额，其实台湾就无法计算。我们除了常备的军人以外，哪一些人真的发生战争或需要国家帮助的时候，你会参与战斗？可能台湾我们要参与战斗的时候，可能是4800万人哦，连副总都要打的。回到瑞士，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在瑞士假设今天发生战争的时候，国家有法令规定，假设今天发生了战争或者是有核辐射的污染跟危险的时候，每一个人在法令上你可以获得至少1平方公尺的藏身空间。那你知道他是受到谁的启发吗？广岛长期的原子弹爆炸和冷战的影响。从以前的战争历史去回推嘛，去修改法令嘛。现在我们的立法院还在打架，还没有时间想这些东西。它就变成是法令规定，而按照现在他们有公开有登记的，不包含私人的。他们总共有37万个防卫设施跟空间。所谓的防护设施呢，就是当今天发生战斗，你可以反击嘛，你可以保卫嘛。你知道覆盖率在多少吗？107%。那不是全部的都可以？全部的人都躲得了，还加旅客7%，还可以加旅客7%，都可以进到这个防护设施里去一起作战，欢迎各国佣兵加入的概念。再来是什么？你看瑞士刀人手一把，瑞士刀里面可以做很多事情。瑞士刀你紧急的时候，你可以做气胸开切，简单的医疗手术处理。挖子弹也好啦，或者是打开罐头啦，或者是剪纱布啊，然后或者是切气死，对，切气死。它有那个旋转的，可以开红酒，对不对？这个我有一个冷门的小知识，就大家都以为那个瑞士刀后面有一个那个旋转是拿来开酒，好像是一个拿来就是休闲娱乐消遣。但其实它最早之前，这是当地人跟我讲的冷知识，就是其实因为以前的那个医疗的药水，它其实很多也都是用那个软木塞瓶、酒精啊，就很早期的药也是要这样子开的。这个我们在现代人因为过得太爽了，你都觉得说哇，这个是拿来开红酒的，没有以前那是为了战备用的，野史啊。然后另外是小时候不知道，到了瑞士一趟才知道的，我们用的瑞士刀，大家一般都是用红色的嘛。当然还有现在有出现一些什么咖啡色啊、透明的啊，然后像我们再去卖场就看到很多各式各样的。但其实有军中军方专用的瑞士刀，它里面有包含几个，就是开军用罐头的嘛。有一个很特别就是清枪工具，清枪开始，清枪蹲下，将枪斜于左胸前，检查药室内有无子弹。你现在在那边傻笑，我告诉你，你到时候背不出来，你就死定了你。不想动八啊！所以如果你有拿过深色的铝制的瑞士刀，它里面有一个清枪专用的挂刀，它其实就是可以拿来清枪使用的，随时好像收在每个人的车上，收在每个人的腰间。突然间打仗的时候，我可以清枪。然后我们这样去瑞士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去吃几个餐厅，它就在市区哦，你就想象它很像是一个台北市的市区，它里面就看起来像是一个很好吃的餐酒馆，里面的菜也很棒。上面呢有放一些炮，有放一些枪，下面有个酒窖，但是其实它是军备设施，它是真的军备设施。然后它里面像是一个碉堡一样，而且它里面曾经是个弹药库，是一个火药房。当今天真的发生战争的时候，里面的东西全部餐厅直接桌子撤掉，马上变成现地碉堡，而且可以推出里面防空炮啊，完全都是依照当时的尺寸定制的。但是现在呢，是一个很好吃的餐厅。想吃剉冰吗？现在 New Balance 也有出防护鞋了。New Balance 的防护鞋，它除了耐冲击之外，耐压迫，而且耐油防滑，完全符合 CNS 20346第一类的标准。它的鞋款外形设计就是 NB 经典的鞋款外形作为启发。它呢，同时拥有大家最喜欢的 BOA 设计，穿脱极为方便。还有手套友善设计，工作穿戴手套时也能轻松穿脱。高反光的材质设计，在夜间工作环境中能够提高可见度与安全性，让你在暗处工作也相当安全。另外，耐油橡胶鞋底能够提升止滑性，是一种遇到油类也不容易裂化的橡胶材质。它除了鞋款本身的功能之外，同时带有安全性，而且可以兼顾帅气潮流。想不到吧 ，New Balance， 我们会在这个地方拍业配，看后面多漂亮。New Balance， 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都能够同时工作，还能保有帅气。不止你工作繁华，出门在外，它也很繁华。它是一个雪靴，它不是雪靴，它是防护鞋，它是工作鞋。我现在是不是在工作？是吧？我现在在拍片给你们看啊，我拍片给你看，这是我的工作。我现在是在工作。其实原本我还是有带一个登山雪地用的鞋子在身上，然后我就想说，为了测试到底多防滑，我想说我先带来这边雪地穿。那如果在这个地方它都可以防滑成这样，那你工作应该是没问题了。还想要吃剉冰吗？今天我们剉冰无限量供应，耐冲击。我看很硬的，冰还是会有很硬的冰呢，还好我有防护鞋。大家在雪地上要小心呢，有一些踢得动，有一些已经变冰块了。那我们在瑞士的雪山跟大家宣布，有点喘，
New Balance 的防护鞋，会员们会有团购，会有很好的价钱啊！你在高山上尽量不要像我这样子很激动的跑跳，会有高山症，要小心。我要去休息了，我工作下班结束了。然后另外有一部分，我觉得瑞士有几个蛮酷的地方，就是它的公共设施都做得非常好。那因为它的税收非常的贵，像我们去搭个火车，我们只是搭一小段火车哦，我们4个人的火车票的火车费，你猜多少钱？就搭了1、2个小时的火车，才那个50欧吧。我跟你讲，我4个人搭8000多块。我们是半价票，所以原价是16000块，超贵。我觉得它的票价高有个好处，就是它的车子的维护都非常好，铁轨的维修时间从来没有误点，它里面的设施然后都做得非常漂亮，你看得出来它的每个机械零件的保养都非常的好。然后你到当地，我们每到一个城市都会收一个当地税，就比如说我今天从台中玩一玩，我到彰化去玩，我到彰化我只要住宿的那一天晚上，我一个人要付一笔当地的税，地方税，我记得几十块、10几块，但是它的税一定都是进到政府单位嘛，所以它就会有余力去维护许多当地所谓的碉堡餐厅，包含它的高速公路。你知不知道瑞士的高速公路，它其实是能够起降战斗机的？我觉得他们很聪明的一点就是，它把很多可以本来就是公共设施的东西，可以作为娱乐大众使用，但同时又能够使用军备备战。我打个比方啦，像我们做工程的，你都知道钢筋混凝土大概多少钱嘛？那你也都知道，比如说沥青大概多少钱吧，密度多少，你会有一个行情价嘛？他们宁愿把价钱预算拉高一点，然后把东西做的规格再高一点点。然后同时就可以军民两用，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蛮有远见的一个策略。但是预算拉高，首先就是你的税收要高，你的地方要有钱，同时呢，人要有这个意识，才不会想要做什么，然后每个人都反对。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一趟瑞士旅游，其实我们去过非常多观光的地方嘛，我们去了什么少女峰啊、马特洪峰啊，然后什么去了比尔啊，然后去了苏黎世啊、洛桑啊，去经过很多地方，我们都觉得是观光区。其实你经过的那个隧道里面都可以放战斗机，它其实都是机房，都是营区。我觉得那个在军事上面最聪明的一点就是，今天我要炸，我不知道我要炸哪里。你太多地方可以藏飞机了，你可能可以从世界的生产上去抓出，这个国家大概有多少的战斗机，然后这个国家大概有多少坦克车。但是当你分散了这么多地方之后，你会不知道它藏在哪边。我们在搭火车的时候，经过有一些很像是农村，里面其实都是土式坦克啊，对。它里面是碉堡，对，没错，他们在军备里面有一些很多的碉堡，跟很多里面放机房的东西，他们就是直接做成农舍。在你看我这个频道的时候，你都还没有去瑞士，你光听这些东西你就觉得看好像很难打的。最后再加上它天生的地理环境，如果你有去过瑞士那个地方，或者是你看过一些瑞士的影片，然后你就会发现，就瑞士它的那个山峰非常的高，高低差非常大，所以其实今天不管是狙击手、军事设备，它只要藏在山林里面，由高处往下进攻，就是其实是很难被发现跟很有地理位置的优势的。但我现在讲到这边，大家会不会想象说，哈，那我们台湾怎么办？我们台湾跟你现在所形容的瑞士天差地远，我们也想要当中立国啊，我们也很想要有一个很强大的军备啊。机会来了，我们可以从别人的历史当中去找寻自己的机会。其实当时啊，在19世纪的欧洲，瑞士它并不是一个有钱的国家。它非常的穷，而你现在看到这个传奇的瑞士岛呢，它其实也不是一个有钱的资本家然后一起做出来的。尤其是瑞士当时在中部的工业州，它的失业率节节攀升，商店一家一家倒，工厂一间一间的关，根本就是跟现在台湾快要差不多的状况。这个时候出现一个改变这个工业局势的人，叫埃尔森纳，他从小的故乡再叫苏维兹州。我跟你讲，在瑞士的英文很难念，因为他们有德文区、法文区、意大利人区。我在瑞士也很混乱，听了很久以后，原来你在讲德文啊。他呢想要帮助他的故乡创造一个就业机会，但是他又没有足够的钱，他当时也没有什么天使轮、投资轮，就是1轮、A 轮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呢，他就跑到伊巴赫一个小村落去创造一个叫做瑞士刀匠工会，就是瑞士人做的刀叫瑞士刀匠工会。比如说我们如果找台湾木工师傅一起组成一个工会，而且台湾木工工会，你在做什么的不然没事大家一起聚在一起搞个工会。当时他完全也不是为了战备所使用，20多个人，所以有些人是做厨房的，有一些人是做登山的，有一些人就是做手术刀的，有一些人就是做什么农场的，一起来想办法看怎么样能够度过这个国际的难关。但是虽然这几个刀匠集合在一起，他们还是无法做出供给军用的军刀。那所以在以前瑞士的军队，因为每个军人的口袋里面都要放一些小刀嘛，随时山上可以取火不然就是可以拿来杀一些猪肉牛肉什么的。他们当时的军人
的小刀，他们其实是跟德国人买的，因为以前德国工业他们比较强大，而且他们的那个状态比较好，工厂开得比较快。艾尔森纳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会想说，凭什么妈我瑞士人的刀要跟德国人买？所以他就自己做出了一个很经典的折叠刀，它就叫军人刀。你现在所听到的瑞士刀，其实当时也不叫瑞士刀，而是美国人取名叫瑞士刀，因为它的原名实在太难念了。原本的瑞士刀的名字呢叫做 Swange for the Fivers Ansubrasvesa。要不然你要看我这个报，这个刀叫 Swange for the Fivers Ansubrasvesa， 德法混念。美国人就说，瑞士刀，这个瑞士刀这个名字才是现在这样子来。你如果看到那个 logo 的名字是 Vitorinos。当然，其实那个 INOX 后面的那个是来自于法文的不锈钢 stainless 的意思。它前面的 Victoria 创办人的妈妈的名字哦，所以他是纪念他妈妈，很浪漫哦。而截至至今呢，瑞士刀它目前的产量呢，每天大概可以生产到45000把，然后大概有400多种种类。它的小孩呢，就是用卡尔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太屌了，屌到就是一个瑞士刀可以卖到世界各地，连名称必须传承，怕人家不知道我的曾阿公就是做瑞士刀的人，所以他的小孩就卡尔1世、卡尔2世、卡尔3世、卡尔4世。就一路卡3、卡4、卡5、卡6、卡7。好了，出来旅行走累了吗？要不要按摩一下？我跟你说啊，瑞士什么都贵，瑞士的按摩更贵，随随便便就给你100多瑞郎，而且还不一定按得好。但是有这个，它可以在火车上按，飞机上按，登山途中也可以按，回到饭店继续按。而这支就是我在这一趟瑞士旅途当中的续命神器——日本 Artis 的 Mini 220口袋筋膜枪。为什么叫220？因为它才220克重，比手机还要轻，丢包包完全没有感觉。它是我目前用过最小型按摩枪里面最喜欢的，而且它有5种按摩头，4段变速，从800到3200转，不管你多劳累都可以马上对应。而我最常用的是这个广角头。当你小腿踢腿的时候，用这颗来回刷，比单点敲击打还要快。但是胸大肌、手臂这种肌肉量少的地方，我就会换气垫头，不止 Q 弹，而且好用，老人家都喜欢。要不要按摩？高山按摩，按摩200块。要不要按摩？3人同行，2人免费。No, Taiwan. Where are you from? We are from Singapore. Singapore? Ah, cool. What is that? massage. Massage. Oh, massage. You want to try? $5. Free? No, 100. I'm not Taiwan. You Taiwan. 还可以让你赚旅费。重点是它有不求人感，连肩胛骨、后背我都可以自己按得到，不需要拜托别人。当然找别人按还是更有情趣的。而且它的声音超级小，它才25分贝，比你讲话声音还要小。如果你忘记关，放在口袋里面，它有10分钟自动断电，国际台湾安全双认证，该有的保障都有了。我用过很多筋膜枪，这支真的非常方便。身为一个让员工舒服的老板，你不舒服就不能好好工作。来自日本的 Artis Mini 220不求人筋膜枪，是你出门在外的唯一生存配件。如果你有兴趣，记得点资讯栏看一看哦。我们之后从这集后面还会有拍很多，就是关于瑞士表厂啊、瑞士的螺丝啊，然后你会发现他们的瑞士很多企业都是家族企业，然后每个家族企业都持有5%股份，所以他们的家族企业传承就可以非常的永久。这个股份呢，就是你每一年你就是收到一些红利，但是你要卖好像也卖不了多少钱，它就是一个蛮特殊的家族企业的文化。这之后我们在别集可能会讲到。所以呢，如果今天你有机会或有幸你老板带你到瑞士旅游的话呢，那其实你就一定要去当地买一下当地的瑞士刀。基本上它每一个城市、每一个观光区、每一个山上、每一个山下，它一定都会有瑞士刀的专卖店。而瑞士刀专卖店在当地非常酷哦，长这样。整个瑞士的市区到处都可以买得到瑞士刀，然后我们找了一个瑞士刀的专卖店。USB 耶，几区的32 G，这有跟上现代。一块黄金在里面99.9的黄金，然后他卖229。哎呦，划算！它这个是有大马士革钢，用断的，然后这是卡泵的纤维压的，然后这个好像也是做那种小碎片，所以它这几个就是价钱就高很多，大概是大型的2倍，那就漂亮了。可以直接帮你刻制的，它不是那种疗效的雷雕，它是先帮你挖洞，然后再把你填掉的，小型 CNC 商业化。
我觉得副总他长大了，我是应该帮他买一支瑞士刀，当成他的成年礼。他现在他妈4个月大，是应该配一个瑞士刀在身上。他已经观光模组化了，所以他就拿一个5钱这样直接加起来而已。副总可以 Junior。I'm serious Junior。其实你知道我们的 email 是没有 S 的，因为以前认真只有我一个人，但现在副总可以。I'm serious Junior。我决定刻在刀上，刻在刀上面比较 serious。我想想嘞吼，我感觉副总吼，先生这的啊，他有瑞士刀小朋友玩具，长大我那一支刀帮他留到18岁，这个先给他从小练习。才不会像我一样，小时候我这个刀伤就是拿我爸的瑞士刀割到的。而这集瑞士人如果用一把瑞士刀教大家如何做好国防教育，那如果你喜欢我频道的话，那你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那就这样说，下拜见。各位，我接下来要去当兵了，你可能有一段时间会看不到我，但如果我长官心情好的话，说不定他会回来让我继续拍。今天早上剃头的时候，我心中感觉毫无波澜。结果我剃的不够大力，没有刺到你头上。没有，我觉得一点是因为你技术蛮好。后来发觉其实我的头完整度还不错，大概只有1个疤而已，就剃完之后不会太难看。进去当兵的心情就是可能会很无聊吧，然后也会很想念跟大家一起拍片的时间。如果想我的话，可以去看之前的其他影片。所以各位，你知道吗？他当兵只当4个月而已，进去当了之后，你要把这个 DNA 刻在你心里面。你说服从的 DNA 吗？军人守则啊，这个国家的土地你是有责任的啊，你要爱亲爱民啊。你要永远忠诚、尽忠报国、服从命令。你要效忠国家，你要爱护人民，你要恪尽职责，你要确保国家安全，以国家存亡为己任。因为你已经不是屁孩了，已经剃了头，你是兵，你是军人，你在这个土地上长大，现在你要还他，这是你的义务，也是你的责任。你要为这件事情感到荣耀，因为你没有逃兵，你不是个废物。对，虽然我爸是医生，但我没有逃，而且我体检是正常役，就算我蹲不下去，我还是当。而且我爸曾经是军官，当了少校，我都没有逃。逃兵这些人，你如果只是当4个月的，操俗啦！好了，谢谢大家，拜拜。